如果你想要在2026年去建立起你自己的线上课程，但是你不知道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从零开始来带你完整的示范一次。我会用我自己长期在使用的一个平台 Kajabi 来操作。在我测试过不同工具之后呢，它目前依然是我最推荐的一站式的平台之一。那它把课程建立、销售页、金流、email 行销全部整合到了一起。对于想去打造艺人公司、做数位产品变现人来说呢，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一起操作，我会在影片下方评论区去放 Kajabi 30天的免费试用，以及我额外准备了2个 bonus 资源，你可以边看这期影片去边实际建立。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专门分享创作者如何打造可持续的收入系统。如果说你想把内容创作当成是事业来经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那 Kajabi 它是一套一站式的平台，意思就是呢，你不用再东拼西凑一堆工具，你是可以在 Kajabi 里面去建立你的线上课程，去卖数位产品，去提供1对1或者是团体教练，去建立你的会员社群，去架设网站，去做email行销的自动化。对于创作者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你可以把所有变现相关的东西都集中到一个地方去管理。当然，我想先说清楚，世界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平台。但是如果说你想要的是一个操作简单，不想要研究太多技术，想要把你的重心去放到内容还有销售上面，那么 Kajabi 通常就会是一个非常稳的选择。那接下来我就带你进入到 Kajabi 里面来展示给你如何建立起你的课程产品。那现在呢，我进入到了 Kajabi 里面了。那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去建立出你的课程产品。你可以来到左边找到 Products。那在 Kajabi 里面呢，它是能够让你创建非常多种的数位产品的，包括课程、1对1或者是1对多的教练服务、会员社群、播客、电子报，以及呢数位产品下载。那这边呢，我们选择 Courses。那这边呢就会展示出我已经创建好的课程。想要去创建新的课程呢，就选择右上角的 New Course。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呢会有2种的课程类型，一个是 Evergreen， 这个呢就是常青课程。这类的课程呢，学生是按照自己的进度呢去学习的，也是最常见的线上课程类型。那还有一类课程呢叫做 Cohorts。这个呢就是分期制的课程，也就是呢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开课时间的，通常呢是搭配线上的直播教学以及社群的，属于呢是比较高阶的学习方案。那今天这期影片呢，我们就先从 Evergreen 常青课程开始，那这也是新手最常创建的课程类型，然后呢选择 Next， 然后呢就要给你课程去命名了。那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新手最常会焦虑的一个点，就是呢，你现在的课程名字呢不用完美，因为你的课程名字之后随时是可以改的，并且你的课程名字它不会影响到你整体的课程内容的结构。你现在的重点应该是把你整个系统去跑起来。那课程的命名呢，通常是可以是功能型的、结果型的，或者是身份型的。其实呢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之后呢，你也是可以再优化的。那比如说我的课程名称呢，就是新手30天学会投资美股。然后底下呢，你可以提供一些关于这门课程它的一些描述的信息，这个你之后填写或者现在填写呢都是可以的。那你可以看到在右边呢就显示出了我这门课程它的名称，对于课程的描述都会显在这边。那这边 Kajabi 呢，它还有一个 AI 的功能，就是呢它会根据你所填写的课程的标题以及课程的描述呢，去帮助你去生成你的课程大纲以及你的课程销售页，还有呢课程的销售邮件。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让它去给你一些灵感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打开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你已经创建好你自己的课程大纲了，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呢去关掉，然后呢再选择下一步。那接下来呢，就是你要去设计你课程界面的外观了。你可以设定主色以及呢强调色。这边呢，我可以更改一下颜色。你可以点击这个圆形，然后呢去更改一个你想要的颜色，比如说这个紫色。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按钮就变成紫色的了。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圆形。那这边呢，你可以输入你特别的颜色色号，或者是在这边尝试不同的颜色都是可以的。然后底下呢有一个强调色，也可以选择它。那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变更了这后面背景的颜色了。也可以选择这个圆形去输入你的颜色色号，都是可以的。
然后底下呢，你可以去加入你的课程的封面。那这个课程封面，它的这个尺寸呢是1280像素乘以720像素的。你现在加入或者是之后加入呢，都是可以的。这个课程的缩图呢，会显示在学员的课程后台，以及呢你这课程的结账页面。大家不用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过度纠结于这些外观还有缩图。这些之后呢，都是能够去优化的，先做到60分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是定价这一步呢，我们先跳过。之后呢，我会回来给大家具体讲一下怎么为你的课程定价，以及呢怎么设置金流的付款。我们可以先选择跳过。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 Kajabi 创建课程的后台界面了。那我们先要去认识2个概念，一个是 Module 呢，它就是模组，也就是你线上课程的一个大的章节。还有呢，就是 Lesson 呢，它就是单元，也就是你实际的教学内容。那我通常呢是会这样拆解的 ，Module 就是我的线上课程的大主题 ，Lesson 就是具体的步骤以及教学点。我可以点击这个 Module， 可以更改它的名称。底下呢，你可以选择加入这个章节的描述，以及加入章节的封面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加入，你也可以选择完全不加，然后呢点击 Save Module。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我就更改它名称了。然后底下这个 Lesson 呢，就是可以写你这个章节里面具体的课程内容，可以点击它，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单元课程的编辑界面里面了。首先呢，去更改它的名字，然后它会告诉你，你这个单元的内容呢，就是在这个章节底下的。底下呢有 Media， 那 Media 呢就是你这个单元它的这个课程的媒体形式，你可以直接是文字形式的，你就可以选择 Now， 在这边呢输入文字，中间这一行呢，你可以去修改它的这个文字的风格。还有呢就是 Video， 你就可以去上传你的影片教学内容，在这边呢选择 Select File。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直接把你的影片教学内容呢拖拽到这个框里面，或者说你用了 Dropbox、Google Drive， 或者是你有 YouTube 影片的这个链接，你可以直接去放到这边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你只想录你的音频，你可以把你的音频文档呢也上传到 Kajabi 上面。那无论说你是用影片的教学内容，还是音频的教学内容，在底下呢，你还是能够去额外添加一些文字到你这个课程内容里面的。在底下呢有个 Downloads， 就是呢你可以去上传一些会提供给你学员下载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你的讲义 PPT， 你的一些学习用的一些辅助的资源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说你是更习惯去加入一些链接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文字输入栏里面去输入文字，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加入链接的这个按钮，然后呢你可以把链接去放到这边。输入完链接之后呢，选择 OK， 那这个链接就可以把你的学生去导入到那个网站上面。那在底下呢有自动化的系统，那对于你是新手去创建课程来说呢，你不太需要用到这个自动化的系统。然后在右边有一个 Status， 就是你这个课程单元它的一个状态，默认呢是 Draft， 就是属于草稿的状态，学生是看不到的。如果说你想要去让学生去看到的话呢，你要点击这个 Published， 就是公开的、发布的，那学生呢就能够看到了。然后在底下这边呢，你可以为这个单元呢去加入缩图。这个缩图呢，我建议大家都要加，因为会让你整体的效果呢显得更加专业、更加好看。底下呢还有评论区，你可以让所有学员都看到，或者是隐藏评论区，又或者是锁定评论区。锁定评论区呢，就是之前的评论呢学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现在学生呢是不能够评论的。再选择 Save， 想要去回到刚才我们的创建页面呢，就可以点击左上角我们这课程的名字，就回到刚才我们创建的页面了。如果说你想在这个章节里面再加入更多的课程的话呢，你可以选择 Add Content， 这边呢选择 Lesson， 然后创建更多单元课程。命名好之后呢，就选择 Create， 这边你可以看到又加了一个单元了。可以再选择它，也是按照刚才的方式呢去点开它，然后呢去上传你的教学影片，去加入文字，去加入给学员下载的资料，改变它的状态，再选择 Save 就可以了。想要去快速改变它的状态呢，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标志，然后呢选择 Publish， 这边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章节也就发布了。那你可以看到还有其他一个 Schedule， 这个就是你可以设定你要让你的学员在未来什么时候能够去看到这个章节，你可以选择一个日期，
还有一个 drip， 那它就会根据你的学员加入到你课程的时间来自定义的。比如说这个是0天，那么学员能够去马上看到这个章节内容。那如果说我设成7天的话呢，那学员在加入到你课程之后，他不会立马看到这个章节内容，而是会在加入之后的7天呢，这个章节才会显示。使用这种方式是能够去控制你学员学习课程的进度的。那如果说你想创建更多章节的话呢，选择右上角 Add Content， 然后选择 Module， 这边呢给它命名。那这边呢我就创建更多章节了，然后再选择这个 Add Content， 然后选择 Lesson， 就可以创建出这个章节底下更多的教程单元了。如果说你想去看一下整体课程的样子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眼睛的标志去预览。那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我刚才创建好的课程的样子，它所有内容呢都会展在这边，然后上面呢就是课程的信息。那你可以看到呢，我的颜色搭配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可以回到刚才界面，然后选择 Customize， 这个呢就是我使用的课程主题，然后可以选择 Customize，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颜色，在这边呢去更改它的颜色。那就可以看到呢，就可以快速去更改它的颜色了。那我这个课程版型呢，就是 Kajabi 它默认的一个课程版型，它是一个模组列表型的。那其实 Kajabi 里面呢，不只是提供这样的课程版型，你也可以去更换成其他的课程版型。你可以选这边 Install Template。那这边呢，还有更多的版型你是可以选择的。你甚至是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呢，去购买他们设计好的 Kajabi 里面的线上课程的版型，然后呢去加到这边也是可以的。那我自己个人比较常用的呢，就是这个 Momentum 的课程版型。那它的这个课程样式呢，就是左边呢会展示给你所有的课程目录，学生一看呢就非常清楚。然后想要去学习某个课程的话呢，就可以点开它。那在这边呢，它就可以去观看课程内容，但是具体的课程目录还是在左边的。我自己的经验呢，就是 Momentum 这课程主题呢，它是对于学习体验是更友善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如果说你切换到不同的课程主题，那么你之前做好的那些课程内容，你上传的课程影片会消失。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设置好的课程内容呢，它是一键切换的，不用你额外的操作。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如果说想要去切换到不同的课程版型的话呢，你可以先安装预览，确认没问题之后呢，你再启用。那如果说你想启用一个新的课程主题的话呢，比如说我想选这个 Momentum， 我就可以选择它 Install Template。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Installed Templates， 我把它打开，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 Momentum 的课程主题，我可以选择这个3个点标志，然后选择这个 Activate。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切换成了 Momentum 这个课程主题了。再回到 Outline 这边，点击这个眼睛的标志去预览，你就可以看到我实实在在的去切换成了 Momentum 的课程主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如何为你的课程定价。不过我首先想要去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很多人会以为做线上课程，它的第一步就是把课程全部录完，全部架好，全部准备好，然后再开始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风险最高的做法。现在最聪明、风险最低的方式，就是先用预售测试需求，再正式制作出你的课程内容。这样你就不会白忙3个月，也不会做出没有人买的课。所以呢，这一次我就开了一个创客训练营，来专门带你用预售的方式，安全的去启动你的第一门线上课程。那会教你怎么去验证你的课程主题，怎么去设计简单的销售页，怎么用最低的成本去测试市场，怎么在还没有入课之前就开始收到学生的订单。这其实也是现在最正确、最适合新手开始的方式。我自己第一次做课的时候呢，也犯过一个错误，就是我把课程全部做好了才开始卖，结果呢，发现市场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所以后来呢，我就改成了预售的模式，反而是更加轻松，压力更小的，收入呢也是更稳定的。所以呢，我才会开这个创客的训练营，来帮助你用正确的方式去开始。如果说你看完了今天这支影片，觉得自己想要去真正的把课程变成收入，那么这个训练营就会是你的下一步。我会把报名的链接呢去放到影片下方。那在 Kajabi 里面呢，课程它不是等于价格的，那定价呢，它是有个专门的东西，就叫做 offer， 可以点开它，你可以在这边呢去创建一个新的 offer， 需要给它个名字。那这边呢就要选择这个 offer 里面所包含的产品，一般来说呢就是包含的课程。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有更多的辅助的话呢，你可以包含你的社群或者是其他一些产品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选择 next。那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付费方式。
第一个呢就是 one-time payment， 就是一次性支付 ，subscription 就是订阅制的支付，也就是如果这个学生呢他不取消的话呢，就是一直会支付这个费用的。这个比较适合呢你去做会员社群的时候用这种方式。还有呢就是 payment plan， 就是分期付款。如果说你想要去转化更多的学生的话呢，你可以提供这个分期付款的方式。比如说你的一门课程呢它是$300的，你可以分成3期，一期呢就是$100，你可以分成3个月，去让学生有能力呢去支付，并且他们能够更快的去参加你的课程。那你的同一门课程呢是可以包含不同的这个付费方式的。比如说呢，你可以设定一个一次性支付，然后呢你可以设定一个3期支付，这样子2个呢能够去满足不同需求的客户。这边呢可以设定价格，可以设定币种，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币种。底下呢你可以选择支付方式，你可以选择 Kajabi Payments、Stripe， 还有呢就是 PayPal。那 Kajabi Payments 呢，它是在一些特定的国家地区呢是可以使用的。如果说你的所在地呢不包含在里面的话呢，你就可以选 Stripe， 以及呢你可以再添加一个 PayPal， 这2种方式呢都是可以的。接着呢选 Next， 这边呢它是要让你去改这个支付按钮它的颜色。那通常来说呢，我会选择红色，这样呢能够去更加激发起观众的购买欲。你也可以呢去修改这个支付按钮它上面的文字信息，那就可以看到呢现在这个信息呢就变了。底下呢你还可以选择去让他们添加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他的地址、他的名字、他电话号码、他的一些税号等等。一般来说呢，我是不会让客户去提交这些的，我想让他们在结账的时候呢尽少的去做一些工作。底下呢还有服务条款，然后就可以选择 Save and Finish。那现在就进入到了 Offer 的结账页面的编辑了，你可以选择这个 Pricing。那刚才我们设定的是一个一次性的支付，它是$297的。那如果说你想去提供分期支付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这个 Pricing Options， 然后选择这个 Add， 这边呢选择 Payment Plan， 一次呢是$100，然后呢去分3个月支付就可以了。在这边呢选 Save， 那这样呢你的学员呢就可以去透过2种方式呢去付费你的课程了。这边还可以让你再加更多的支付方式。然后我们需要选这个 Edit Checkout。那对于结账页面的优化呢，那我会建议大家呢，首先你要去加入你的一个课程的封面，这样会让你整体的感觉呢更加专业，也会让你的学生知道呢课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底下呢就是你要去加入一些文案，这里面的文案我希望大家能够去让你的潜在客户能够去知道这门课程他们能够去得到什么，他们能够去学到什么。你也可以呢去加入一些学员的见证，那这边的信息呢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复杂，你需要呢快速的转化观众。然后右边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有2个付费方式，在输入支付信息之后呢，学员这边就能够购买了。那在我们做好了课程、做好了 offer、做好了结账页面之后呢，我希望大家再做一个工作，就是呢你要去创建一个简单的课程的销售页。那在 Kajabi 里面呢，也是会提供这个功能的，你可以选择 website， 然后选择 landing pages。那在这边呢，选择 new landing page。那在 Kajabi 里面呢，会提供给我们非常多已经做好的模板，我们是能够快速使用的。可以点开一个模板，在这边呢去预览。如果想要使用的话呢，就选择 get started。那在 Kajabi 里面去建立网页呢是非常简单的，它不需要你有任何去写程式、写代码的基础。那你的销售页面，它主要是负责去说服你潜在的客户去加入到你课程里面，而刚才我们做的结账页面呢，它是负责去收款的。那你可以看到 Kajabi 里面它的这个页面的设计呢，都是模块化的。比如说这个是文字的模块，你可以在这上面呢直接快速的修改。那我就快速的更改了这个文字信息了，然后呢可以把它变成不同的颜色，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不同颜色了。每个区块呢你都是能够选择它，然后呢进行修改的，非常的方便，不需要你去写程式。那如果说你想去增加一些功能的话呢，你可以选这个 Add Session。比如说你想去展示你课程的3大主要内容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功能。你可以首先点击一下去看一下这功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如果说你想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呢，你可以选这个 Add， 那它呢就会正式出现在这个画面上面。然后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去对它进行修改了。然后这边呢是加入图片，底下呢就是按钮。如果说你想加入影片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它，这个呢就是加入影片。然后在左边你可以选择去加入新的影片到你的网页上面。还有呢就是加入价格卡片，这边你可以看到呢会展示出不同的价格卡片。选择加入。那如果说你只有2种付费方式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去删除掉一个，或者是隐藏掉一个价格卡片都是可以的。你可以选这个3个点标志，然后呢选择 hide 就是隐藏，
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隐藏了，但是呢，它还是会出现在你左边的这个学校区里面。你之后想要去解开隐藏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上面呢，也是能够去让你快速的编辑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去调整内容的顺序的话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想把这图片和这个文字进行对调，我可以把我的滑鼠去放到这个两横线的标志上面，然后往上拖，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图片呢就调转位置了。那当你开始有销售之后呢，Kajabi 的后台呢是可以看到你的营收、你的转换以及不同时间区间的对比的。那这个呢，就是你把创作当成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如果你想要在2026年去开始做线上课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你的工具有多复杂，而是你能不能用一套系统就把你的课程销售金流整合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使用 Kajabi 来做示范。如果说你想实际操作，我在影片下方去放了 Kajabi 30天的免费试用链接，而且呢还能够去获得额外我赠送给你的2个 bonus， 来帮助你去更快的完成你的第一版课程。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不一定要先把你的课全部做完才开始，你可以用预售的方式来测试市场，才是现在最安全的做法。如果说你想用这种方式来启动你的第一门课程，你可以去看看我开的创客训练营，链接也会放到下方。另外，如果说你想要去知道我怎么用 Kajabi 打造出一套每个月自动收入持续进账的艺人公司系统，我推荐你呢现在去看这支影片，那你会知道具体的步骤，你可以直接去照做。那我在内部影片等你。